大家好，我是罗杰教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使用2022年最新订阅威力导演365用户能使用到的最新版本威力导演威力20版之专案管理与界面介绍。影片组成最主要是由影像及声音所组合而成。影片剪辑的专案管理最主要就是管理影像及声音的素材档案。素材档案大概又可以分成几个类别。首先呢是影片、声音、图片跟照片。影片呢通常就是录影当下所产生的影片档。那声音呢，它可以细分成这3种：现场的收音、后制的配音以及背景音乐。有些时候呢，现场的环境音太过嘈杂，不适合用现场收音的方式，所以呢，当影片录完之后，后制剪辑会采用后制配音的方式再去做处理。而图片跟照片它就是属于静态的影像素材。像这一个专案资料夹里面呢，就把所有需要用到的素材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分别为相片、音乐以及影片。先分成这3类。那为什么一定要做专案的管理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素材集中到一个资料夹里面再去做分类呢？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剪辑软体都是使用连结式的剪辑方式。当你原始的素材档案不见了、遗失了，那你就算有把剪辑用的专案档存起来，再次打开的时候呢，威力导演只会再提醒你说，你的某某素材已经遗失了，需要请你帮它找回来。所以专案的整理呢，档案的整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把专案及素材管理的好呢，就算你今天是在 A 电脑做剪辑之后呢，你把档案整个资料夹带着到 B 电脑，依然也可以继续做剪辑。虽然还是有可能遇到一些像是字型方面等等的一些问题，不过至少东西不会遗失，不会说你整个专案转移到别的电脑之后呢，你原本拍的东西都不见了。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哦。当我们今天要进入威力导演的时候呢，我们把捷径打开，它会出现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呢，最主要是要让你选择我们要进入的模式。那基本上呢，我都会进入这一个完整模式。那在上面这边呢，有几个，这是选择你建立专案的比例。以大部分萤幕来讲，都是16:9的比例。那你今天如果是要剪辑 YouTube Short 的那一种短影片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选择另外一个9:16的。那这个地方呢，如果在这边没有选择的话呢，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就算进入威力导演以后呢，也可以后来再做设定。好，我们先点选完整模式。当你第一次安装并开启威力导演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类似新手教学的一个界面。那这是20版开始才有的东西哦。它这边有讲说，以下的快速设定可以协助你制定编辑偏好并熟悉基本的功能。那我们就点选开始使用。首先第一个呢，它会先告诉你，你可以把你的素材加进去媒体工坊，这里叫做媒体工坊，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专案管理里面我们要剪辑用的素材要放的地方。这一个主要是在问你说，你的媒体工坊里面呢，在你每一次开启新的专案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显示官方的范例媒体？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范例的照片、音乐以及影片。在之前的版本，我都会习惯把它范例的档案、范例的媒体先删掉，保持我们媒体工坊的一个整洁。所以它20版这一个新的功能呢，就是让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一开启威力导演就帮你载入它的范例媒体。你可以选择载入，也可以选择不载入，依照自己的习惯去选择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呢，看到这样子的视窗啊，他会很习惯的按略过。威力导演在这个时候呢，也很细心的告诉你说，如果你还有需要把这一个功能打开的话呢，可以点选上面这一个问号按钮。那因为我们要继续设定嘛所以我们要点选这一个自定设定再来一次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呢，按下了解了，哇，整个视窗都不见了，也不用担心，我们到这问号这里，点选快速设定教学，一样可以把刚刚的这一个
快速设定的界面给打开。选择好自己要的选项之后呢，按下一步。这个也是跟之前的版本不一样，在20版以前啊，威力导演的轨道跟大部分的这一个剪辑软体呢蛮不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蛮特别的。在其他的剪辑软体里面，它的图层概念呢，轨道在越下面就会被越上面的轨道的内容给盖住，那轨道在越上面就会把下面轨道的东西给盖住。这个是大多剪辑软体的一个习惯的排版方式。可是在威力导演呢，它是相反的，它反而在越上面的轨道会被越下面轨道的东西给盖住，所以它在20版这边多了这一个选择的功能，让使用者可以选择。那这边有2个选项，到底要怎么选择比较好呢？如果你以前有用过其他的剪辑软体，而且呢对于图层的观念也已经很熟悉了，那其实你可以用你习惯的用选择第一个上方的轨道会覆盖下方轨道的这一个选项，那就跟大部分的剪辑软体是一样的概念。那我的话呢，威力导演以及其他的剪辑软体我操作都很习惯了，加上我之前的一些分享的影片也都是采用下方会覆盖上方轨道这个选项去做分享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都没有碰过其他的剪辑软体，那就保持威力导演预设的方式去做设定，也就是第2个下方轨道会覆盖上方轨道的这个选项。好，我们点击下一步。那这一个呢，它是问说你的预览的这个视窗要显示的解析度是什么？它有几种解析度可以选哦。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你要怎么选的话呢，用预设其实就可以了。HD 解析度大多都是指 720p 的解析度，也就是1280乘以720的这种解析度。那所谓的 Full HD 呢，比较常指的是 1080p 的解析度，也就是1920乘以1080的这一种。那没关系，这部分呢我们先保持预设，除非你觉得你的电脑跑不动，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另外做调整。那按下一步。最后这里呢，就是要告诉你，整个专案如果制作完成了，你要把它运算成成品档，那可以点选这一个输出档案的按钮。那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按完成，那就告诉你一切就绪了，等等等等等的，按了解就可以了。在刚刚进入完整模式之前，是不是有一个视窗呢，是要让你选择比例的，什么16:9啊、21:9啊等等的。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在外面没有选没有关系，进来里面还可以选，在哪里选呢？就在这个预览框的这里有一个比例可以做选择，我们点开它，它就有刚刚这个16:9、21:9等等的比例可以去做选择。未完待续，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之后还有更多有趣、好玩且实用的电脑相关知识分享，还请大家多多支持，欢迎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部影片见。